说起最近内娱审美风向的悄然转向，大概再也没有比檀健次在和不同周度里的那抹身影更让人挪不开眼了。不是那种扑面而来的浓烈张扬，也不是靠滤镜和磨皮堆出来的精致假面，而是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中式清冷。他往那儿一站，衣袂不惹风尘，却自带千钧之重，仿佛谢却山这个人物早已在古籍与戏文里活过千百回，如今只是借着一副皮囊，重新走入人间。咱们看惯了工业流水线上的精雕细琢，却常常忘了真正的高级感其实是收出来的。不抢镜，不喧哗，不急于证明什么，反而能把人的视线牢牢定住。说实话，每次看到这类画面，我都会忍不住慢下滑动屏幕的手指。它不喧哗，却能在心里留下很深的刻痕。或许真正的古典美，从来不是用来看的，而是用来品的，像一壶冷泡的茶，初尝微涩，回甘却绵长。很多人夸檀健次的骨相，这话我特别认同。骨相好，从来不是镜头偏爱，而是经得起留白，扛得住素颜时代的审视。在和不同周度的造型体系里，他穿的不是繁复的织金锦缎，也不是堆砌珍珠玉佩的华服，而是素雅到近乎克制的粗布长衫。剪裁极简，色彩低饱和，可偏偏是这种做减法的搭配，把他的面部轮廓、眉骨到下颌的走向勾勒得清清楚楚。没有多余的装饰抢戏，反而让那张脸成了整幅画面的视觉锚点。中国美学讲究既白当黑，他的站姿、肩背的线条，甚至呼吸时衣料的微褶，都像是一幅泼墨山水画里的留白，不填满却自有气象，不张扬却暗藏锋芒。其实看多了那种恨不得把博物馆搬上戏服的古装，再看这种素雅到极致的造型，反而会觉得眼睛被清洗了一遍。美从来不是加法，而是懂得什么时候该停笔。他站在那里，不需要台词，已经是一首未写完的绝句。再往深里看，真正让人破防的其实是他的眼神。谢却山这个角色的底色是孤，但不是那种自怨自艾的孤，而是明知前路多艰，依然要趟水而行的孤。檀健次在处理这种情绪时，没有用大开大合的表演去砸人，而是把侠气藏了起来。隐忍、克制、欲言又止，全在那双眼睛里打转。你看他望向前方的时候，瞳孔里有风雨，有江湖，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宿命感。那不是演出来的悲情，而是角色经历过千帆过尽后，自然沉淀下来的重量。他懂得用微表情代替嚎啕，用停顿代替宣泄，把10分的情绪只录3分，剩下的7分留给镜头去捕捉，留给观众去填补。说实话，现在能遇到一个愿意藏戏的演员挺难得的。太多人怕观众看不懂，恨不得把情绪全写在脸上。可真正的高手是敢把锋芒收进鞘里。他的眼神里有故事，但你不觉得他在讲故事，你只是恰好路过了一场别人的悲欢，孤舟入局，风雨同渡。这8个字简直是和不同周度的灵魂注脚。谢却山不是天生就要做那个撑船的人，但他偏偏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一艘小船劈开暗流，看似孤身一人，实则暗藏牵绊。这种设定既贴合中式江湖的浪漫，又带着现代人对羁绊与独行的隐秘共鸣。檀健次把这种矛盾感拿捏得很准，他演出了周的清，也演出了杜的沉。风雨不是背景板，而是角色内心的外化。每一次衣袖的翻动，每一次脚步的迟疑，都在无声的叩问：若注定要独自涉水，为何不邀你同舟？读到这句台词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这哪是古装剧的设定，分明是成年人世界的隐喻。我们谁不是一边喊着一个人也能走，一边又在某个深夜盼着有人递来一把伞？他把这种复杂的人间烟火气揉进了江湖的冷雨里，不煽情，却格外戳心，放在更大的语境里看。和不同周度之所以能精准踩中大众的审美神经，是因为它回应了一种逐渐苏醒的文化自觉。这些年，中式美学从营销概念变成了现象级话题，但真正能立住脚的，从来不是堆砌符号，而是找回那种气韵。檀健次的谢却山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样本，他不靠台词喊口号，不靠特效造奇观，而是用呼吸、留白、克制，把风骨2个字具象化了。这种表演路径，其实是对传统文人精神的一次现代转译。清冷不是冷漠，孤傲不是孤僻，而是一种有所不为的底线感，是历经世事后依然选择体面的温柔。我越来越觉得，观众对这类作品的偏爱，不是怀旧，而是寻根。我们不是在找古人长什么样，而是在找我们自己心里那块还没被快节奏磨平的地方。他演活了谢却山，其实也唤醒了很多人对骨气与从容的隐秘向往。从表演技法上来说，檀健次在这部作品里的节奏感控制得极为老练。中式清冷风最怕的就是飘，一飘就成了空洞的文艺腔，只剩皮相不见骨血。
但他用很实的肢体语言拖住了这个虚的意境。比如他转身时的半拍停顿，握物时指节的微颤，甚至低头时颈部的弧度，都不是随意设计的，而是服务于角色内在的张力。他懂得在动与静之间找平衡，知道什么时候该收，什么时候该放。这种分寸感不是靠天赋就能撑起来的，得是大量拉片、琢磨，甚至自我推翻后才熬出来的肌肉记忆。看他的表演，我常会联想到书法里的飞白，笔锋划过纸面，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力透纸背。观众看到的是风骨，演员背后熬的是功夫。这种藏锋的演法在当下确实稀缺，但也正因为稀缺，才显得尤为珍贵。现在网上关于檀健次、谢雀山檀健次和不同周度的讨论已经热了起来， JCT 的期待值更是拉满。这其实不是饭圈的自嗨，而是市场对优质内容的本能反应。当大家看腻了套路化的爽剧、悬浮的古偶，突然看到一个愿意慢下来、沉下去，把角色当活人演的作品，自然会产生强烈的共鸣。这种期待不是冲着爆去的，而是冲着好去的。大家等的不是一个热搜，而是一次能让人看完之后久久不愿抽离的审美体验。说实话，追剧追到现在，最让我心动的已经不是他火不火，而是他有没有让我相信。谢雀山这个角色让我久违地找回了那种等一部好作品像等故人的心情，不催更，不控评，只是安静地等着，等那场风雨真正落下。归根结底，和不同周度不只是一个角色的诞生，更像是一次中式美学的当代落笔。檀健次用谢雀山告诉我们，清冷可以是有温度的，孤傲可以是柔软的，风骨从来不是硬撑出来的姿态，而是历经千帆后依然选择同舟的温柔。当孤舟驶入暗流，风雨交加之际，那句和不同周度早已超越了台词本身，成了一种邀约，一种对理解、对陪伴、对人间烟火的轻轻叩问。写到这里，我忽然觉得好作品和好演员其实都像一叶扁舟，不喧哗，不争先，只是安静地在水面上划出自己的轨迹。而我们能做的，或许就是坐在岸边，等风来，等雨停，等那艘船慢慢靠岸。